长旭将军、纳兰夫人、李成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这是为何？不瞒长爷，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。真是皇上赐我的好妻子。是谁借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羞辱常府？长爷无非有2种选择：一，向皇上和皇后告发我，让我受到违抗圣旨的惩罚，但此事关乎皇家的颜面，长爷这么做，对长家没有一点好处。2，长爷若是硬要了我，以我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定会在皇后娘娘面前诬告你，让你常府终日不得安宁。长爷，我们有夫妻之名，但不能有夫妻之实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喝下此酒后，一言既出，金玉不改。总管啊，长白山进贡的白蜜是上好的白蜜，你却嫌不中用，非要那北京山里的红蜜。这山里的红蜜啊，是只采山里红这一种花酿成蜜。山里红可是个好东西，能够健胃消食，而且还顺气。咱们皇上最近有点积食，胃口也不太好，但只要往菜上搁上这么一滴红蜜，就药食兼备。哇！景贤哥哥，皇后的义女，原来是许配给了长旭将军，后来听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和，将军又战死沙场了。如今回来是照顾皇后的起居，听说不是个好相遇的主啊。大胆！哥哥乃金枝玉叶，哪是你这个狂妄之徒能调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皇上御膳所需的食材，你要是弄翻了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下官知错了，叨扰了金枝玉叶，还望哥哥恕罪。罢了，走吧。咱们刚才分明已经转身避让，并非有意啊，为什么不跟他们理论清楚呢？参见皇额娘。贤儿，快起来坐下，来尝尝这冰果子。皇额娘，虽说这眼瞅着入夏了，一天比一天热，可贪凉伤胃，这冰还是少吃为好。还没入伏，这宫里热的就跟蒸笼一样。
本宫的身子实在是燥得很。心儿也是为了皇额娘的身子着想。那明早我亲自去御膳房，为皇额娘做一道消暑佳品做早膳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就不吃这冰了。明日期待你的早膳。是。你这个素人肉啊，果然是肉如其名，就像那个苏州小调一样，那么酥烂，那么绵软，吃起来呢又糯又香。再尝尝。香浓可口，舌头回甘。这是因为加了那个山里红蜜的缘故吧？哎，吃起来真是有一股子山里红的甜香。闻见什么味儿了吗？御膳房走水了！御膳房走水了！来人呐！快点！快点！坚持住！东关，春宵！哎，快，先把这边火扑灭！快！好。出水了！救人吧！快来人！快着点！快！这边！小德子不见了。快点！仓库，不是在仓库。东关危险！东关！快点！小德子，来了！东关，轻点！来，慢点。小德子，你醒醒！小德子啊！东关，你受伤了。快去叫太医！东关，对面再来2个人！对面来了！小德子，你醒醒啊！小德子！忍着点，可有点痛。哥哥，皇后的消食早饭怎么办啊？要是拿不出来，会不会算欺君之罪？什么早膳？都怪你！我们格格本来都和皇后说好了，要给她做一份消食早膳的，可是现在连薄荷叶都烧没了。小绿，这有何难？哥哥，这碗冰镇莲子百合粥可以代替消暑早膳，赶紧给皇后送过去吧。张东关，哥哥，还是赶紧给皇后送过去吧。
景贤，景贤是你吗？冬瓜，景贤，我娘最近不让我出来，我只能翻墙了。我说小姑奶奶，你这胆儿也太大了，你这万一摔着怎么是好啊？我还不是为了见你。哎，景贤，你慢点。我娘要是看到我现在这样，定是又要说我了。你这样翻墙出来，不会影响贵哥名声吗？我怕什么呀？反正我以后是要嫁给你的，你喜欢我不就行了？我理会他人做什么？快走！哎，你慢点，你让我歇会儿。你真慢！哎，还没给钱呢。谢谢啊。这个好甜，你尝尝。这小玩意儿看一看。让让。好吃的糖葫芦嘞。你吃吧。酸啊。看一看，冬瓜这个好厉害啊！看一看。饶命啊，哥哥！奴才不知为何惹怒了哥哥，就是让奴才死也死个明白啊，哥哥！这世间的男子哪个不喜欢身材窈窕、体格风骚的女孩？你做的那么好吃，我怎么要求我？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这可怎么办啊？又要好吃又要窈窕，这根本就做不到嘛！张大御厨，不知您可会做只吃不胖的菜啊？这样的菜，我可做不来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是格格再胖1斤，奴才的小命就不保了呀！张大御厨，您救救小的吧！我有个办法。上秤。恭喜格格，轻了1斤，轻了1斤呐！真的？我看看。太好了，我去找玉泰。哥哥小心。3、5。玉泰，你们自己练，不许偷懒。参见格格。你快看，可我今日有什么不同？格格可是换了新衣裳。哎呀，我昨日穿的也是这件。你再看，看仔细一点。这，我瘦了1斤哎！恭喜格格。照这样下去，我很快就能得到三阿哥的青睐了。三阿哥对格格来说这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能得到三阿哥的喜欢，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对不起的。张大人，安大今日怎么来御膳房了？我想跟你学做菜，做既好吃又能让人变瘦的菜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菜啊？可你们不是帮婉珍格格做过这样的菜吗？我想亲自做一道给格格。你跟这位格格，你们都先出去吧。是。格格喜欢上了三阿哥，想要瘦了之后，嫁给三阿哥。我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想在格格瘦身的日子里，让她尝尝我亲手做的菜。做菜有御膳房啊，而且你每日练功又那么辛苦，你干嘛要学做菜啊？
看来你是喜欢婉珍格格，但可我听说格格身格体胖。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格格虽然胖，但为人心地善良。既然你喜欢格格，为何要替他人做嫁衣？格格是什么身份？我又是什么身份？况且，格格已经有了心仪的人，皇后娘娘也有意撮合他们。姐姐，坐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锦贤姐姐，你是皇后娘娘最喜欢的女儿，又是永璋哥哥最喜欢的姐姐，你可不可以在皇后娘娘和永璋哥哥面前，你替我说说好话？我呀，人微言轻，我能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好姐姐，好姐姐，好，好，好，婉珍妹妹求我办的事情，我一定给你办到。太好了，点心，快上菜。来了，哥哥。妹妹一顿吃这么多啊？姐姐不必担心，这些都是专门为我量身而做的饭菜，不会发胖。而且每日我吃完一顿都会瘦1斤，很快我就要变苗条了。姐姐快吃。这西湖醋鱼、红烧蹄膀，还有绣球鱼丝，吃下去不胖已经很奇怪了，若是还能瘦，岂不是天下奇闻啊？可是我每吃完一顿上秤，确实比以往轻了些。当真？不信你瞧。来人，准备上秤。这秤砣不对啊！家户以大秤全人轻重，至立秋日称之，这是我们中原立秋日称秤的习俗。可这秤砣不是称人用的尺码。从妹妹瘦的那一日起至今，每日换一个重一点的秤砣。在刻度不变的情况下，为了保持平衡，秤砣前移，刻度变小。所以从表象来看，妹妹确实在瘦。小顺子！啊！哎呦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格格，是张东官让奴才这么做的。什么？竟敢拿秤砣来糊弄本哥哥！张东官，张东官，你给我出来！张东官，你出！婉珍哥哥，玉泰，你怎么也在这？快，把张东官给我拿下！我要把他撕碎！这是为何？微臣拜见格格。都是你！你给我做好吃的不说，你竟然还敢拿秤砣来糊弄本哥哥！你害得我彻底以为我真的瘦了！这可怎么办呀？没事没事没事。这位永璋哥哥，肯定更看不上我了。不会的不会的，别哭别哭。玉泰，你愣着做什么？东官，对不住了。给我带走！慢！若真能让格格瘦下来呢？真的？若微臣不能让格格瘦下来，再将我撕碎也不迟。把他松开吧。谢格格，不过微臣还想找个人来帮忙。找谁？玉泰，这能行吗？我的性命可就交在你手里了。哎呀，玉泰，到底什么办法？快跟我说说！回格格，
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，微臣还是私下里告诉你。哥哥，请。最好有用。哼。看来你想撮合他们俩。缘分是勉强不来的，只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或许稍微推波助澜，也许就能促成一段姻缘。如果无缘，那也只能无奈了。东关，那你说我们是有缘还是无奈？昔日的缘分已用尽了，缘分在自己手中。若是想续，还可以再续。我要为皇上准备御膳。东关，你为何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？还请哥哥移步。好，不要后悔。从今日起，格格的每一餐必须与我同吃。没关系，只要是吃的我都喜欢。那什么？请格格答应我，每吃一口必嚼100下再咽。啊？别吃都别大口才好吃。也是，这3阿哥对格格本就无益，格格又何必自寻苦恼？啊，好，我嚼，我嚼。 100下。拉呀！拉呀！拉！起来的使劲拉！加把劲！于太，于太，于太。 怎么样，玉泰怎么样？格格放心，这位安达无碍，前期炎人中了暑，开服清热的药方就好。啊，你怎么样？辉哥哥，我没事儿。好，那明日咱们继续。好。婉珍格格，您就放过我们玉泰侍卫吧。 再这么练下去，身上的血都会被抽干的。主宰，才不是中了什么暑啊！玉泰侍卫不仅每天要陪阿哥们练拳，还要陪您消耗体力，何况吃的都是一些清汤小菜，旧伤未愈，留下的病根都还在。是玉泰侍卫不忍心让您知道自己病重，才特意嘱托的太医跟您撒了个谎。您倒好，人都倒下了，您还不放过小身子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不，你不可以喜欢我！不，你怎么可以喜欢我呢？哎呀，你不能喜欢我！哎，格格，哎呀，哎，格格，格格慢点儿！哎呀，格格。 你这。婉珍哥哥，这位安达，我们格格说了，以后锻炼这些事儿就不劳烦您了。
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不喜欢，不可能。永章哥哥，婉珍妹妹，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？一起吧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我的。婉珍，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们关外女孩可是很直接的，你可不要因为我的直接而拒绝我。喜欢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？我陪你去吧。走吧。婉珍哥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哎呀，我们关外女孩不懂这些。不过你要是不好意思，我离你远一点，但你心里一定要想着我。当然。那走吧。这羊肉啊，是温补之物，温阳散寒，补益气血。你平日练功辛苦，这瘦倒无妨。可这碗汤，你已经喝了3个月了，身子还却未恢复。我忘不了他。感情这东西啊，是勉强不来。说来可笑，就像这碗浓烈的汤，你不情愿接受它，你就算喝的再多，也只能像白水一盏，毫无意义。失去很痛苦，痛苦又有什么用呢？那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，就不知道你的苦和你的痛。你的痛苦在别人看来就是个笑话。格格，3个月你明日去打马球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跟他说我生病了，我去不了。去。3个月妹妹去打球，妹妹还不去，这是怎么了？姐姐，坐，姐姐。锦仙姐姐，你说为什么我一直喜欢的3个突然也喜欢我了，而我却不快乐呢？哪里不快乐啊？我在他面前得时时刻刻的留意着什么规矩，还不能发脾气。只要我有一点做的不好，永章哥哥就半天都不理我。虽然以前也是这样，可是我现在就是不开心。那看来，你还是不喜欢3阿哥的。你说，玉泰要是能长得像永章哥哥一样，那该多好啊！玉泰对我最好了。你喜欢玉泰啊？才没有！我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安达呢？我们只是朋友。哦，那你是嫌他只是个安达？哎，也没有，我就是喜欢像永章哥哥一样英俊潇洒的男子。英俊潇洒能让你看着就心满意足，但是你快乐吗？你想想啊。之前你和玉泰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快乐都飞起来了，但是现在呢？你能躲得过今日的骑马射箭，但以后你们成了婚，他天天约你去骑马射箭，你怎么办啊？
啊？那我得好好想想。三阿哥当真要去婉珍格格？那能怎么办呢？师傅说我将来是要继承天下的人，婉珍格格身后的势力必不可少。就先这样吧。将来我要是遇到了意中人，可以纳为侧福晋，独宠丹房，当她不存在就好了。可这样对婉珍格格岂不是？她一个好好的姑娘，我又不愿伤害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放了！媚主的东西！来人，给我带走！带下去。是。走，走。不好了！怎么了，不好了！玉泰被关进牢房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玉泰侍卫不知怎么冲上三阿哥，你快去瞧瞧。怎么这么傻呀？玉泰，玉泰，格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去冲撞三阿哥？格格，你听我说，三阿哥不可靠，他只想利用你背后的势力，并非真的喜欢你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真是个大傻瓜！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格格，格格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婉珍参见皇后娘娘，见过锦仙姐姐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婉珍斗胆求您一个恩典，求皇后娘娘放了玉泰。怎么了？而且这次，我才知道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谁，所以还求皇后娘娘能够成全我和玉泰。你和玉泰两情相悦，本宫又怎能棒打鸳鸯呢？这样吧，本宫收玉泰为义子，这样一来，你们便是门当户对；二来，你的阿玛也能够放心了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锦仙哥哥，东关，这次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你们。对，锦仙姐姐，感谢你让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。应该的。来。哎呀，我已经近3个多月都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尝尝这个。你吃吧。怎么又是你？夫人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家女儿轮不着你来惦记。今天我放过你，你若再敢来，我先打断你的腿，再送官府。恭喜纳兰夫人，令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，美人配才子，真是绝配呀！绝配，绝配，绝配！
真甜。东莞，刚好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明早还要为皇上准备早膳，卑职先行告退。皇后娘娘万安，请先格格吉祥。娘娘，奴婢发现有人偷盗宫中财物。偷盗宫中财物可是大罪，切莫胡说。奴婢绝未说谎，娘娘可随我一看。过。站住！吉祥。你要干什么啊？我正要问你呢，你倒现在问起我来了。你要干什么啊？皇后娘娘，你看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盗宫中财物！皇后娘娘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娘娘，这小满子是德忠公公的心腹，此事肯定与德忠公公有关。真是岂有此理！速命慎刑司彻查此事。是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饶命啊！皇后娘娘。你胆子也真是大，不知道德忠是皇后最宠爱的大太监。这德忠公公一肚子坏水，每次皇后娘娘吩咐什么事儿，明明是我先做的，他都跑过去领功，真让人生气。你这个死小子，枉你跟我这么久，竟做出偷盗之事，坏我的名声！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完速速赶出宫去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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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拖出去！慢着！公公倒是撇得干净，他就是一个小太监，不过是个跑腿儿。如果不是听了你的指使，真敢做出此事。姑娘，这红口白牙说话是要拿出证据，是他被抓又与我何干呢？嗯，带下去。那景贤哥哥，老奴告退了。许久没有见到皇上这么高兴了。马家大将军入川10载，历时5年剿匪成功，替朕除去了心头之患，朕岂能不高兴？皇后娘娘，宫女倪君到啊。嗯，这就是马家大将军的女儿倪君。哦，奴婢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你把头抬起来。谢皇上。果真是长得聪明伶俐啊！那就等马家大将军回来，朕愿意与他结为亲家。谢皇上。快别做了，马上就要是3阿哥的嫡福晋了，以后这些活儿就交给我吧。我尚未见过3阿哥，不知他长相如何，更不知他是何性格。若不合适，也是一辈子的苦命。这深宫中的人啊，又有几个能最后选择自己所爱之人？别说我们了，就连格格和阿哥们也很难。希望妹妹能早日嫁与真心相爱之人。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放下！倪君姑娘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皇后娘娘欲赏赐姑娘，却发现翡翠如意丢失了。陆公公找到了。这翡翠如意我连见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在我包里啊？好大的胆子！平日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，却还敢做出偷盗之事。来人，把他押去慎刑司。
不是我做的。等等，仅凭在敏慧的包中找到，并不能断定他就一定是小偷。若是有人拿到，直接塞进敏慧包里，也不无可能。总是要找到更确切的证据吧？更确切的证据，我看就不必了吧。我根本没见过这东西，我也没碰过皇后娘娘什么翡翠如意。我现在要见皇后娘娘，让我见皇后娘娘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把他嘴给我堵上，免得扰了旁人。德忠公公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一进入西者库，那就成贱籍了。要不您看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先安排敏慧到御膳房打杂吧。真是麻烦公公。格格吉祥。听说敏慧去御膳房当差了。是的。敏慧这姑娘品性不错，偷盗之事定是有所误会。在御膳房当差，你能帮忙照顾着点儿，也不会太辛苦。我是想照顾，但她拒绝了。看来她绝非匠心俯首之人。这样啊。格格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在下先告退了。格格为何不向张大人解释清楚当年之事？都说相爱之人，心意是相通的。我已经努力向他靠近了，但是他却毫无回应。也许这么多年一直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再说，我是寡居的格格，他是皇上喜爱的御厨，在这宫中，若稍有差池，我可能会害了他。停下，停下！从玉泉山运来的兵，请张大人过目。得，都运去兵窖吧。顺子。是。我刚说的这些东西，小心点。不要。怎么落下一个？赶紧扔掉！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哎，别扔啊！这好不容易运来的兵，你们不要多可惜啊！给我吧。微臣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刚才朕接到奏报，马家大将军将得胜凯旋，朕预设宴席，好好款待这些将士们。他们为我西南边疆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宴席一定要精心准备，不可怠慢。张御厨，今日白露，秋燥得很，将士们征战归来，旅途劳乏。加上这宫中的礼仪规矩又多，希望食物能够清凉爽口，滋阴解乏。恭喜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微臣定竭尽所能。行了，快去办吧。晚宴开始前，运兵车还能赶到吗？怕是赶不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些菜都好了。敏慧，张大人，兵窖里的兵不够用了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。你会雕兔子，也一定会雕冰碗吧？雕冰碗，那还不容易。这个器皿，朕从没见过呀。回皇上，这是冰块雕刻而成。冰块，哎，大家都尝尝啊！谢皇上。什么样的御厨能做出此等佳肴？佩服，佩服。传张御厨。是。传御厨张东官觐见。
微臣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张御厨，这宾碗，朕可从来没见过呀。启禀圣上，这宾碗晶莹剔透，外形美观，又可冰镇菜肴，一举两得。是你的主意？回皇上，此菜并非微臣所为，而是要归功于一个叫敏慧的宫女。敏慧？哪儿的宫女啊？朕倒想见见她。她原是皇后娘娘宫中，因为被指认偷东西，被贬到御膳房做苦工。但微臣认为，敏慧她并非是偷盗之女，还请皇上明鉴。皇后，可有此事？皇上，臣妾从未听说过此事，想必其中定是有些误会吧。传敏慧。还敏慧觐见。奴婢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听张御厨说，这宾碗是你的主意？回皇上，宾碗是奴婢做的。你倒是很聪慧。如果能够重回储秀宫，伺候皇后的饮食起居，倒也是件好事。皇后以为如何呀？多谢皇上，敏慧人如其名，果然聪慧。谢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格格吉祥。都坐吧。没想到张大人还会和这种人狼狈为奸。敏慧，你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是正义的，你可知道德忠公公的难处？他会有什么难处啊？敏慧，你仔细看看德忠公公。怎么，你想告诉我说，他是一个清正廉明、赈灾济民、两袖清风的人？其实皇后的总管比谁都难，皇后要顺应皇上的意思，厉行节俭。她手下的宫女支出和补贴娘家的费用，给他人的赏赐，赈灾救济，这哪一样不花钱？皇后娘娘捉襟见肘，她又能跟何人说呢？只有公公知情，又心疼皇后娘娘，这皇后娘娘才托德忠，将她的个人珠宝首饰卖向宫外，才换些银两回来。你以后遇到任何事情，定要想想其背后的原因，不要太冲动了。没事。敏慧姑娘，之前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了。德忠公公，敏慧也给你道个歉。好了，都快坐下吧。来，快尝尝，尝尝我这以和为贵的荷花糕。公公，哎呦，谢谢敏慧姑娘。我们俩倒是以和为贵了，那你们俩呢？张大人，皇上晚上批奏着饿了，要吃酥造肉，赶紧来做呀！这小顺子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。
格格，你吃点吧。我们之间误会重重，但事已至此，无论我们谁再往前多走一步，那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从今往后，你当你的格格，我做我的御厨。缘分已尽，愿格格安好。东关，东关，张东关，东关。你会买什么？我买很多东西。我看今天谁敢走？娘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吗？谁说出去的呀？没人说出去。娘了解你，你想怎么做，娘能不知道吗？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嫁给张东关。咱们纳兰府满门忠烈，世代忠良，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女？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若走出这扇门，我就有10000种方法，整死那个张东关。我会告诉皇后，他诱拐格格，我还会派一队人马跟踪你们。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？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如果你真想拿他的前途和性命去赌你的幸福，你试试看。哥哥，咱回去吧，还是？张东关，张东关，你出来！东关，格格，您的叫喊声恐怕这宫里的人都听见了，您快歇歇吧。你把张东关给我叫出来！这张大人今日不当值，早早的就出宫了。出宫了。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有变。是啊，这么些年都没变过，这些老旧的桌子、凳子早就应该换了，可东关不肯，不让换。为何不让啊？东关说了，这里呀，到处都是你们俩的回忆，不舍得。他还记得过去？当然记得。就算是想忘，也忘不掉啊！格格，您嫁给长续将军不久之后，东关的父母就都去世了，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他舅舅，还有表妹照顾着。东关不孝了，也不大爱说话，成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研究菜系，还冒着九死一生的机会接近皇上，去御前献菜。格格，您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吗？为了什么？只有成为皇上的御厨，才有可能有机会见到你。
此冷淡。舅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的正好，饭菜刚做好，来坐下吃吧。可以做一些广寒糕，景贤最爱吃的。说来说去，都是为了景贤哥哥。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自己做主，不和我商量？格格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们家格格借着想要回府探望夫人的缘由，特意前来拜访。往后格格还是不要随意出宫，这宫中人多眼杂，况且流言可畏，对格格的名声也不好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哎，等等，这饭菜刚做上，格格还没吃呢。快去！饭菜都做好了，吃了再回吧。晚些我送你回去。以前日子真好，以后日子也会好的。真没想到，你会为我做那么多事情。以后的日子还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研究出新的菜品，牢牢抓住皇上的胃。那我一定会陪你演好这场戏。怎么了？我看到常旭了。常旭将军不是死了吗？我不会看错的，一定是他。小二，再来盘酱牛肉。来嘞！您画像中的人，我四处打听，都找遍了，实在是找不到。您是张东官吗？嗯。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小二，来壶酒。好嘞。你是张东官吧？是。你是常旭将军，你认得我？我看过你的画像。为何满大街的找我？想看看你是否活着。你看到了，我还活着。你好端端的活着，为何要消失，置景贤格格于不顾，让她独自在宫中守活寡？我亦不解。我战功赫赫，武功盖世，景贤为何不喜欢我，却喜欢个制美楼的厨子？你武功盖世又如何？这发妻毫无担当。若我这次回来要带景贤走了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若我偏这么做了，我定拼死阻拦。贤儿怎么了？昨夜着凉，感了风寒，身子有些不适。皇额娘，今天我就先退下了，
待我身子好些再过来看你。快回去吧，今日天寒，多注意些。谢皇额娘。我从小跟随一位墨家师傅长大，他不仅教我武功，还教我制造兵器。长旭哥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来，你看我这把长枪做得如何啊？漂亮，也够锋利。不过如果上战场的话，怕是没有什么用。给你看看我的。你这枪上都是盾，怕是并不好用吧？我在这个枪里面装了炸药，只要碰到开关就会爆炸。怎么样，杀伤力够大吧？紫娟制造兵器的天分远在我之上，久而久之，我便不碰兵器了。紫娟天真善良，聪明巧智，可奈何命运弄人。师傅！他们家的人实在是做兵器的，兵器害人，杀女太重，会下地狱的。哎呦，这谁还敢收留他？从那之后，我便下定决心，要用我的一生去保护这个叫紫娟的姑娘。很快，便高中武装，还立下赫赫战功。回来，再同她讲明心意，却未曾想，战争一场接一场，一直没有停下来过。但紫娟就在这时开始吃素，开始行善。她觉得兵器害人，会制造杀戮，便再也没有造过任何一件兵器。紫娟，长旭哥哥，你回来了。紫娟，皇上赐婚，让我去景贤哥哥。那是好事儿。真的希望我去景贤哥哥。哥哥若是娶妻，我不是也能再多个亲人了吗？那好，我若成亲，你一定要来。难道这么多年，我的心意他真的未曾丝毫察觉吗？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但很久之后，我才明白，还是因为那个不祥的传说。我常年在外征战，他怕给我带来厄运。我同景贤成亲之后，彼此都明白，互相心中有喜欢之人，便心照不宣地给彼此空间，保持距离。3年之后，边关盗匪猖獗，皇上派我前去剿匪。这一战特别惨烈，我们被困了7天7夜。当时我想，这一次一定凶多吉少了。小姐，长勋将军的部队被围困在日幽谷，九死一生。将军失血过多，要好好休息才行啊。察觉将军，敌人反扑，不算距离我军还有不到3里。若将士知道将军受伤昏迷不醒，必定是件大错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先带将军走。以将军的性格，若是知道城门失守，自己还侥幸活着，
他绝对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城门不会失守。长旭哥哥，长旭哥哥，你能来真好。会回家，回家以后，我娶你入府，我们会更幸福，我们会在一起终老。子娟，子娟，子娟。你们走吧，就说我长旭已经战死了。将军这是做什么？你们走不走？走啊！将军，保重。子娟是为我而死的，偶然间发现了他的手札，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墨家的兵器图谱给毁掉。他不想让这世间再有杀戮，但这图谱在紫禁城的如意馆内，为了子娟的心愿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你，还有景贤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好。我定竭尽所能。动兵器谱可是杀头的重罪啊！而且如意馆中尽是皇上喜爱的古物和名画，我们根本无法接近。那我也得试一试，虽然只有3天的时间。那我也去想想办法。好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您平时可很少和我们如意馆的来往，您今日这是啊？我这多做了些点心，正好今天顺道路过，大家都尝尝吧。啊，那就多谢张大人了。我这最近啊迷上些书画，小画师不知能否行个方便，让我开开眼界。这正好我师傅也不在，你赶快进去吧。不过千万要小心，别让我师傅发现了。放心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尝尝呀！这可是张大御厨做的，一般人没这口福呢。来，尝尝，快快快！
张大人这样囫囵吞枣，真的是在贱品画作，还是在找什么？是在贱品画作。哼，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张大人，请回吧。景谦，东关，我白忙活了一天，没有什么好办法。我也溜进了如意馆，还没找到兵器谱就被赶出来了。只有2天了。没关系，有我在的。你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你做。这闻着味儿就知道是张大人在做菜了。见过哥哥。文公，要不来一碗尝尝？不敢，张大人给格格做的菜，老奴怎敢吃呢？公公，这不让您白喝的。我和景贤想拜托您件事儿。对，有任何需要还可以找我们。最近这如意馆的画师技艺日渐精湛，来，打开给皇后看看。这是给臣妾的画像，怎么样？哟，皇后娘娘，您看，这画中有画啊！难怪皇上总说，这如意馆中尽是能人异士。这画工真是精湛啊！将画像收起来吧。德忠。哎呦，皇上、皇后娘娘恕罪。你发什么愣呢？是这样，老奴刚才看娘娘画像之时，想起一事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哎，在宫外时，老奴就曾听人说，这画中有画，多见于兵法书籍之中，只是后人不懂，所以便更不明白其中的奥秘罢了。皇后娘娘，奴婢也曾听说过。这画中有画，朕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皇上，现在已经是戌时，您该用膳了。哦，好吧。皇上，怎么，这冰碗又是那个宫女雕的？哟，这么寒的天，怎么能上冷盘呢？传正东关。是。传张东关觐见。微臣拜见皇上。说说吧，这夜宵为什么准备这冰碗莲子羹啊？回皇上，这眼看就要入冬了，中医常言道，夏日吃热，冬日吃冷。这冬日外界虽然寒冷，但人们穿得厚，住得暖，活动少，很容易造成体内积热不能散发。再加上冬日的饮食所含热量较高，很容易导致胃肺火盛，盛上肠胃好。这冰碗旨在消火，不但效果好，而且也是别一番的享受。你这嘴呀，是真能说。下去吧。是。
皇上，这，哎，来，拿去如意馆，差人修补。是。公公，我欠德忠的人情，这回算是还了。不过这可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谢谢公公，请公公放心。张大人又去外出采购啊？是啊，走吧。多谢啊。景贤是个好姑娘，好好待她。我也将履行承诺，今日便离开京城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小绿，怎么样，格格？我听说张大人、德忠还有敏慧，他们全部都被抓起来了。皇额娘，霞儿知错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们先下去吧。你说吧。我们偷了圣上如意馆中的墨家兵器谱，你们为何做此等傻事？皇额娘，霞儿跟张东官是真心相爱的，我后半生只想与他白头偕老。其实长旭并没有死，但是他一直有一个深爱的人，他想帮他心爱的姑娘完成遗愿，毁掉墨家兵器谱，所以我跟都是我的错。你既然喜欢张东官，为何不早说，让我错点了鸳鸯谱？圣旨一言九鼎，不可为。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帝王家也不是不近人情。请皇额娘恕罪。还好，你能如实坦白。真没有想到，在这深宫之中，居然有如此真情，你们能互帮互助，朕甚是欣慰。长旭，既然你执意不愿意留在京城，朕也不勉强你。不过朕希望，你能为朕培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，为国家效力。至于景贤嘛，自我大清开朝以来，还没有格格嫁给汉人的先例，所以朕只能对外宣布你薨了。你是否愿意以平民的身份嫁给张东官呢？我愿意。谢皇上恩典。谢皇上恩典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汉江渡白河，流淌一身星河。我是惆怅客，你是我的因果。月光有山河，像思念在漂泊，几回茫茫人海里沉落。
我还说做好端过去呢，你这就过来了。我陪你一起做吧。好。汉江渡白河，流淌一身星河。我是惆怅客，你是我的因果。月光有山河，像思念在漂泊，几回茫茫人海。沉默，我等在光阴斑斓的初春，心化为雨中遇见一个人，与你遥遥对望一瞬，一瞬惊动整个红尘。也许前路是千山层。将我揽在背，有你的黄昏，当飞雪翩然落双唇，地老天荒一个吻，万物温存。长空云映过，徒留天地辽阔。我想起很多，杯酒倒映寂寞，心事如琥珀，低头却无